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是口袋，我是鱼干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新年新希望。2019年就这么过了，我也连续2个礼拜周间都有上传影片了，感谢各位交换礼物的朋友们的支持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然后芬兰的影片也都全部上传完了，希望大家都有看。我后来看刘佩的影片才发现，我竟然真的是无时无刻都拿着相机在拍，我真的很怕错过任何一个很有趣的画面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拍，但是我也玩得很开心。希望大家只要有出国什么的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没有出国也希望你们玩得很开心。好，其实我今天有做一个小笔记，主要是跟大家聊聊天，对，这样剪接是比较好剪。他们已经连续被我压榨了2个月了吧，都是那种极简，什么后天我就要，大后天我就要的那种影片。非常感谢呆猫、3S 跟阿大，他们帮了我1年，希望新年我们可以继续努力。加油！然后我想先聊聊的是2019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。其实我很久没有做什么年度回顾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介意说我今年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，我没有很在乎说我有没有达到某些人生的成就或是巅峰。我觉得平平凡凡的活着，然后不用为了吃住担心，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生活了。在上一次好像是我还没露脸的时候在做的吧。总之，我们来看看我们2019年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。那总之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，在新的工作室跨年了，就是有一个82寸电视的那个工作室，家饰的摆设、家具的挑选什么的，我全力的去参与的，很认真去规划那个工作室。我到现在我也都还是很满意自己当初营造出来那个工作室的氛围，我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。可是，在不久之后，我就在那个工作室里面进入一个很强烈的撞墙期。很难讲，因为他也不是说我失去了拍影片的动力，或者是我已经不想做了什么的，而是说你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。那个时候好像有拍一个就是开粉丝的信的感性的影片，然后希望可以找回一些当初的那个热情出来。那个时候好像拍什么都不对，觉得自己很认真的做的一些主题好像没有人去关注了，或者是大家已经忘记你是谁了。然后随着又一堆很有才华的 YouTuber 跑出来，好像走进了下一个循环，第2季啊、第3季的一些主角那种感觉。那个时候的撞墙的感觉就是是不是我应该要离开这个圈子了？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了？因为好像做了也不会好。我想拍的东西明明很多，但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把它生出来。反正拍了没有人看，算了。那个时候心情是这样子的。后来我就规划了我自己一个人出国的这个行程，享受一下那个孤独的感觉。因为你跟一群人待久了，你会忘记自己一个人的感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了猫岛，还有爱媛，我还蛮喜欢那个地方的。再来就是跟很多自己仰慕的歌手合作，跟其他不同领域的人合作，是我上1年的计划。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系列的节目，但是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擅长做企划的人，好玩的我自己喜欢就拍，但很可惜那一系列的观看好像还好。那是去年的尝试，今年可能会再改一下那个方法。后来就开始觉得应该要改变自己的心态，改变自己做影片的方法。我算是蛮自私，但又没有那么自私的创作者。我很喜欢自己想拍什么就拍什么，不要有人在旁边管我的脚本怎么样。当我拍得好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开心。那我拍不好的时候，我也不会想去重拍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一个记录。我的人生里面就是会有做得好跟做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成绩不好那也是那一次没有做好。我不会去很在乎说我每一个影片都要出来是完美，鱼干就是做这种影片太棒了那种感觉。所以那个时候改变了一些心态，就觉得说 OK， 我想要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心情去做影片，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。我只要每周都有准时交出一个影片，我就给我自己100分。这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不管有没有什么想到鱼干就会想到什么主题的这种思考模式，我就是想要照我写日记的那个方法来拍片。后来就改变了一些想法，然后影片的封面我也尽量把它统一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虽然还是很杂乱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最近的影片封面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。然后改变了一些心态，不要太在乎数字，做快乐的事情。其实我早就应该这样，我都做了7年了，然后要8年了。之后才慢慢开始觉得说，我可以开始回来欣赏我自己的影片了。去年的影片几乎都是我放上去，我就很少再回去看了。从那个快速吹干头发那部影片开始，我会回去看我自己的影片。我当时原来是这样子的。
如果我后来再拍，我会不会更好？或是也许我再也拍不出当时的这个心情了，真的太棒了。就是我会开始欣赏我自己的影片，同时我也会去欣赏其他人的影片了。因为其实我还蛮封闭我自己的，我就觉得跟别人比较好累哦。其实现在我也是觉得，就是我不想要看了某些人的影片，就觉得说为什么他的影片可以这么多人看，或者是为什么我明明我花的心力跟我觉得我的内容比较优质，为什么大家反而是去看谁谁谁的？这个心态会很强烈，最后导致我就不太去看别人的影片了。但是其实我应该是要多多去吸收大家的能量，不管是搞笑的或者是正面的，就是希望是一种积极的能量。所以我现在开始会多看别人的影片，不管是谁的。然后随着心态的改变了，我就觉得我的环境也需要做一点改变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搬离那个工作室。就是我心里其实是很不舍的，我觉得我一手把它打造起来，然后那个工作室现在就有点空城的感觉，就觉得很可惜。但是我自己觉得那边给我的负能量太多了，也不是说那个地方给我的负能量，而是我曾经待在那边那个期间的我是负能量很多的，所以我就搬离开了。那现在我当然有好转，但是时不时的还是会想说，怎么办？工作室没有人去使用它的那个价值了。因为菜菜也不在，然后胡子也离开了，然后我现在也不在，那边基本上是变成有点像是一个拍片场所，跟菜菜回来可以住的地方，跟大家聚会的时候会去的地方，就觉得好可惜。但是我不会后悔我自己做的决定。那总之我觉得2019年对很多来说都不是很好过的一年，除了我自己以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创作者，甚至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过得不是很好。然后我甚至在那一年遇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坏事，不好的人，不好的事情好像都在那一年集中起来了，而这些事情是我过去没有想过会遇到的。我举例，你过去不会去想象到自己被诈骗了多少钱，或是被欠了多少钱，但是你也许在这一年就经历了这件事情，是你过去没有遇到过的。就是像这种坏事我一直碰到，我就一直拼命会问自己说，为什么今年一直在发生这些事情？因为这些坏事很多，所以我们在朋友之间彼此在聊天，我们会抱怨嘛，会跟其他人说什么今年又怎样怎样怎样，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怎么会这样这样这样，彼此的打气的话语是没关系啊，2019年要过了，明年就会好了。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正能量可以给别人了，最后都只能用一个总结说，反正2019年要过了。我现在人在2020了，我就觉得至少那一年已经过去了，应该不会再更2019年有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就是我鱼竿的鱼竿上市了，现在开放预购，还有纸袋跟红包袋。总之我要讲的是我2020年的新年新希望，我想了10分钟左右吧，我就决定要讲这些了。2020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，我要跟大家坦诚我的实际年龄。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。其实我过去做过最有勇气的事情就是谎报年龄。我一直说我又18岁，我还是18岁，还是18岁。但是我今天就是要在这里认真的告诉大家，我今年30岁了。在这里讲这件事情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说，鱼竿看起来根本没有30岁，看起来只有24、25之类，我也开心。好，但是总之我今年30岁了，我不会再谎报自己18岁这件事情。我不想再欺骗大家了，好像应该要赶快结婚生子了。如果大家看到我每天跟不同的男人走在路上，那就表示我在物色我要生子的对象，请大家不要误会，一定会误会。好，下一个20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可以过得比2019年还要快乐。谁的愿望不是快乐呢？但是我觉得比起定一个目标，什么赚大钱、买车这类的目标，我觉得我最首要、我最想要达到，而且我觉得会比较容易的目标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过得比去年还要快乐。我每次讲到快乐这件事情，我就有点想哭。然后希望猫咪跟自己这一年都可以健健康康的。我话快要讲不下去了，有点可怕。然后希望鱼竿的鱼竿可以卖得很好，然后可以在今年内推出2个新的口味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口味能不能推出新的，就跟你的第一个口味卖得好不好有关。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现在我们的销售数量是漂亮的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没有，我不敢敲桌子，我自己配音。再来呢，还有我自己觉得对我自己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不要再那么积极的减肥了。我觉得健康快乐真的是最重要。瘦得再美，脸蛋再好看，没有了健康，其实你就已经失去了人生最大的财富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正常的吃东西，我不要饿到自己，然后每天都可以
很有活力的话，我不想要强迫自己去改变这个生活，开心健康就好。所以2020年开始，我不会再这么积极的减肥了。这不是找借口，而是我发现在我瘦的那段时间，我知道自己有比较好看，但是其实我去年那段时间里面，正好就是我心情没有这么好的时候。然后再来一个比较次要的目标，就是我希望可以住到自己买的房子，买个小套房也好啊。不行，要养4只猫，应该至少要3房2厅，或者是买一间农场之类的。题外话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最快达到的目标，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投票。1月11号，大家不要忘记，这可能跟我们接下来能不能笑着过这一年有关。我先声明，我真的没有要你去投谁或者支持谁，你只要去投票，我就支持你。我是不希望你们就是浪费了你们这个大好机会 ，OK？ 你现在有的选，4年才选这么大一次，要把握住 ，OK？ 好了，我觉得我废话讲多了，都30岁了，讲个话都讲不好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今年也要请大家多多指教了，好不好？最后祝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一起变得更快乐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哦。对，订阅图更新了，在这里，很可爱吧？是我自己画的，大家也可以去订阅。订阅我不能给你什么，主要是在猫食方面，订阅的钱都是给他们。拜拜。